以赵露思为模特，谈成为亲和美人背后隐藏着什么资本？今年拥有好几升 S 加资源的赵露思，绝对是当红女明星之一。今天在网上看到一段关于各路投资人看好赵露思的原因，琪琪顿时感慨万千。在美女如云的娱乐圈里，赵露思可能不是标准的靓丽美人，但她的脸蛋光滑，非常友善，而且非常注重身材管理，包括一些穿搭，更值得我们普通女孩学习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以赵露思为核心模板，来谈谈美的核心高级标准。一、暖色妆容更亲切。我们无法决定父母给的长相，但我们可以用化妆来修饰和提升它们。仔细看赵露思的妆容，底妆多半是水润清淡的，她不会选择那些鲜艳的唇色和眼影，大多数是纯桃子。这种妆虽然有些清透，脸也少了些，但更像是赵露思的。她有一点肉肉的脸颊，完美无瑕的细腻肌肤，有着明媚少女的亲和力。可以对比一下她浓妆的状态，反差其实很明显，浓妆会显得老气，会压缩脸上的少女感。发型可以算是妆容的一部分，赵露思也可以算得上是头发多的明星。蓬松的头发是营造大气感的秘诀之一。虞书欣之前染过比较妖艳的红发，比较有视觉冲击力，但赵露思一般会选择那些淡黄色的头发，如浅亚麻色，眉毛弯弯，像是隔壁的好邻居。二、注意表情管理。很多女生整体上不是很漂亮，但是她的部位会很灵活，比如眼睛。在小说中，常被描述为女主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。比如投资人形容赵露思的表情不单一，网友们此前曾将咪咪的眼睛夸大为像小狐狸一样狡猾敏捷。更明显的变化可以参考乔欣，从一开始表情僵硬的关菊，到现在眼睛闪闪发光。除了换眼妆，还要注意表情管理。学习表情管理也是我们高级美女大军必须学习的项目或技能。三、注意姿势管理。之前赵露思的姿势也被人吐槽过，比如她之前没有所谓的直角肩膀，还有刘福峰这样的弱背，但我们也对她的转变感到惊讶。她真的可以从一个角色到另一个角色，从圆到瘦。不仅对于女明星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注意姿势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一个好的体态不仅能提升一个人的气质，还能让你穿得更优雅，更能驾驭自己的风格。从她参加宝格丽活动的状态来看，她的肩膀挺直，脖子修长，整个人优雅俏皮，大喊好范。四、以浅色为主，偶尔用亮色辅助。其实看赵露思的穿搭就可以看出，小姐姐穿的是韩系风，颜色多以浅色为主。我们可以看看她的几件衣服，底层是白色吊带连衣裙，外面是简单的麻花卡其色开衫，点缀着温暖的珍珠项链，整体会散发出一种非常温暖祥和的感觉。白色和灰色条纹衬衫非常适合日常穿着。披肩不仅是一种装饰，还有一点温暖的感觉。Tilda 豆沙绿大衣真的是秋冬。搭配白裤小白鞋，赵露思大部分时间都选择基本款，合作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不选择任何人。虽然明星的自立性比我们大多数普通人要好，但我们也可以努力去接近它，毕竟这才是变美的方式。我们总结了亲和力和颜值的高标准 approximately。一、暖色妆容更亲切。二、注意表情管理。三、注意姿势管理。四、以浅色为主，偶有亮色为辅。当然，我们不能一概而论，我们所说的可能适用于大多数女孩。不管怎样，无论是穿衣还是身材管理，我们还是要保持每天三省的态度。Tilda 长月于禁在完成之前就被黑了。张智熙和白鹿相差7岁演母女，是不是很离谱？当代影视剧市场趋于饱和，观众对作品的评价也比以往严厉得多。即使有自己的流量和人气的演员出现，也不能完全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。不过，一部影视剧播出后不被认可的情况并不少见，在预定播出前被黑也有点不对劲。说起开播前就饱受诟病的影视剧，可能有人会想到赵丽颖的《谁是凶手》，也有人会想到王一博的《洛阳起风》。两部作品还未播出，豆瓣就收到了差评，就连路人都忍不住吐槽演员。但你知道吗？白鹿和罗云熙比赵丽颖和王一博更冤。新剧《长月于禁》还没定档就被剪掉了新视野，更别说开播了。
这里发生了什么？长月于禁是一部尚未播出的热门古装剧。由于罗云熙、白鹿、陈都灵等多位当红演员的参与，备受关注。另外，服华导先进，所以一官宣就火了，很多观众都把它加入了必看剧名单。只是最近很多人都在抱怨这个节目的选角不佳，导演居然让28岁的白鹿和35岁的张智熙演母女，一对相差7岁的女演员，简直太离谱了。据悉，35岁的张智熙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，35岁的她看起来不像30岁。如果她只有20多岁，应该没有人反对她。在剧中，她饰演女主的母亲初黄。从长相来看，剧中张智熙的造型没有中年妈妈的味道，反而有一股少女感。28岁的白鹿本身就是个小女孩，在剧中她穿着很年轻，但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成年女孩。正因为如此，相隔仅7岁的白鹿和张智熙看似同岁，却又想演母女，自然会受到诟病。但是看着这么多黑色的长月于禁，张智熙和白鹿演7年母女，真的离谱吗？事实上，这真的不离谱。只有看过原著或者知道永月于禁故事背景的网友才知道，张智熙和白鹿饰演母女，选角毫无违和感。因为初黄这个角色，女主其实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。也就是说，白鹿和张智熙不可能同框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很多女性在20岁出头就结婚生子，楚王为什么不能失败？再加上这个角色一辈子穷，女儿刚出生没多久就死了，所以张智熙出现在观众面前还是很年轻的。讲道理的，长月于禁讲述了女主自己的成长故事。张智熙的楚国皇帝以少女的状态活在女主等人物的记忆中，一点都不离谱。什么？如果说35岁的张智熙和28岁的白鹿是母女俩离谱，她在《沉香寺粉》中饰演程毅的母亲，是不是也太离谱了？只能说，作为一部未播剧，长月于禁的演员阵容非常强大，服务方式也完全符合观众的审美。但还没等到选秀定稿，就有人开始吐槽了，认为相差7岁的张智熙和白鹿演母女太离谱了。说实话，笔者认为张智熙和白鹿演母女不离谱，但那些吐槽不合适的人就是离谱。事实上，当代影视剧中确实存在不少不合理的选角。40出头的章子怡在《向阳》中饰演一个女孩，称同龄人为叔叔。设置一个明显太年轻的女孩，实在是太不合适了。43岁的秦岚和50岁的刘军在《传家宝》中扮演父女，两人似乎处于类似的状态。观者在不同的帧中看不出问题，但在同一帧中却充满了不和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说7岁演父女不合适也不过分，但并非所有年轻的母女和父女组合都是不允许的。如果说母亲或父亲的角色只存在于主角的记忆中，别说相差7岁，他们是同龄人，一点也不离谱。张智熙和白鹿就是最好的例子。总而言之，一部作品的选角合适与否，真的无法一概而论，也不是所有情况都可以说是同龄演员演2代人的离谱。长月于禁被黑确实有点冤枉，你认为是吗？网络打压吴磊能逃，狗仔爆料吴磊赵露思失败 ，CP 粉崩溃，群星璀璨播出后，吴磊和赵露思这对荧幕 CP 可以说收获了一大批粉丝。的确，小狼狗造型的吴磊和甜美的赵露思 CP 感很强，两者的结合可以说是赏心悦目，屏下的生意也是糖分满满，就连路过的蝼蚁也不得不说他们的厉害。所以这次粉丝的牵线搭桥可以说是情理之中，但即使戏里戏外吃糖，主角不公开，也永远是 YY 粉丝的狂欢。CP 粉只会被路人认为太过介入，但最近无路能逃却逃不过 B。有狗仔在微博爆料称，他们之间的 CP 真的很不成功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都有自己的目标。还曝出赵露思男友是圈内第一，两人还一起玩过。至于吴磊，有传言说他和向涵之有染。从狗仔队给出的线索不难分析，赵露思合作过的顶级球员应该不是杨洋，就是肖战。两部剧播出时确实有绯闻，这一波爆料爆发后，赵露思、杨洋、赵露思、肖战等词条也被推上了热搜。
不过，该男子的粉丝表示，如果不熟悉，请不要暗示。再看看吴磊，他和向涵之最近也被剪了起来。在五路能逃热火朝天的时候，向涵之甚至发了一张有内涵的照片，但吴磊却一直没有回应。就这样，女人一直在蹭吴磊的流量，但她手里应该没有真正的锤子。两人虽然在节目中表现不错，但是颜值真的很高。但两人的事业都在上升，丑闻不太可能发生。所以 CP 粉们与其期待恋情成真，倒不如期待两人再次合作。